大家好，每年到年底啊，都是所谓年度10大什么什么评论最多的时候。这不，科学杂志啊就发布了2024年的10大科学突破。12月12号啊，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2024年度的10大科学突破啊，包括一项科学突破冠军奖，就是长效 HIV 针剂和9项科学突破入围奖。具体是包括利用免疫细胞治疗自身免疫疾病，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探测宇宙起源， RNA 的杀虫剂用于农业，首次发现了固氮的细胞器，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地幔波动影响大陆轮廓的形成，星舰的成功回收，还有古 DNA 揭示家族亲属关系。第一个就是长效 HIV 预防针剂实验成功。虽然人类在努力的抑制艾滋病毒的新发感染，但是由于长效的疫苗尚未问世，加上其他的药物价格是奇高每年仍有100多万人感染艾滋病。今年一种创新机制的注射用的 HIV 药物叫莱纳卡帕韦展现出显著的预防效果，每次注射可以提供6个月的有效保护。科学杂志认为，艾滋病正逐步从一种颠覆社会性的疾病转变为一种罕见病症。莱纳卡帕韦是一种暴露前预防药物由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吉利德科学公司研发。2024年的6月一项针对非洲5000多名青少年女性的大型疗效实验报告说莱纳卡帕韦实现了100%的有效保护将艾滋病病毒感染率降至了0。3个月之后另一项在南美洲、亚洲和非洲、美国进行的类似试验进一步证实了这个效果。结果显示在与男性发生性关系的性别多样化人群中，这个药物也具有 99.9% 的有效性。科学杂志认为这个药物的成功源于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即对其所靶向的 HIV 衣壳蛋白的结构与功能有了全新的深入了解。鉴于许多病毒也拥有各自的这种衣壳蛋白，这些蛋白围绕着遗传物质形成保护层，因此莱纳卡帕韦的成功它的应用带来了一个令人兴奋的前景。类似的这种衣壳抑制剂可以对抗其他的病毒性疾病。预计监管部门最早要到2025年中期才会批准莱纳卡帕韦，那它的价格还没有公布因此能否加速终结艾滋病的流行尚未可知。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叫 Jeanine Marizio 提醒到莱纳卡帕韦它是不能替代疫苗的，真正的疫苗应该可以给每个人接种，而且价格低廉，只需注射几针就可以持续保护多年。但是问题是艾滋病疫苗这个话题已经破产多年了目前HIV 没有预防感染的疫苗，所以 HIV 疫苗都是以失败告终的。那第二项突破就是利用免疫细胞治疗自身的免疫疾病。那自身免疫细胞疾病的特点是免疫系统会攻击健康的身体组织这个免疫抑制药物并不总能阻止这个疾病的进程，甚至还可能产生副作用。今年这个前核抗原受体 T 细胞就 CAR-T 这个疗法在重症患者产生了显著疗效开启了自身免疫系统疾病治疗的这种新篇章。CAR-T 疗法在大约15年前首次作为血液肿瘤治疗的方法出现，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治疗疗法。医生从患者的白细胞中分离出免疫系统的哨兵，就所谓 T 细胞，然后对这些细胞进行基因改造，然后再把它们回输给患者，从而寻找和破坏 B 细胞。那肿瘤 B 细胞是某些比如白血病和淋巴瘤的根源。那 B 细胞还在自身的免疫系统中作恶，所以通过释放有毒的自身抗体攻击关节和内脏。2024年的2月德国研究人员报道了15名狼疮、硬皮病或者肌肉损伤性肌炎的患者的临床结果这些患者都在4到29个月之前接受了 CAR-T 疗法。所有的8名狼疮患者均进入了无药物缓解状态其他的一些人仍有症状，但都停止使用免疫抑制剂。其他已经发表的成功案例包括重症肌无力和僵人综合症患者，也有30多人得到了成功治疗。
那看到这儿啊，我就想起不久前那个关于那个43岁的那个上海女子叫沙白是吧？她在瑞士选择安乐死的这个新闻啊。沙白呢是从20岁起啊就患有系统性的红斑狼疮，就是 SLE 啊。在经历了第7次急性发病导致肾衰竭后啊，她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选择在网络上引发了对于生命、疾病、死亡和亲情的这种深刻讨论啊。恰巧呢，在2024年。医学界在自身免疫疾病和治疗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就 CAR-T 的疗法啊，在治疗包括狼疮在内的自身免疫疾病方面啊，展现出了令人振奋的结果。所以德国研究团队的这个报告就显示呢，所有接受治疗的这个狼疮患者呢，都实现了无药物缓解。当然啊，这个突破性的治疗呢，还处于早期的临床实验阶段啊，而且主要针对没有出现严重的器官损伤的这个患者。对于已经发生像肾衰竭是吧，这些重度器官损伤的患者来说呀，这种治疗手法依然是无法逆转已经发生的损伤，所以这个时间差还是令人扼腕的啊。这提醒我们，医学发展和患者命运之间有时候就会存在遗憾的这种错位是吧？同时呢，也会让我们思考，在医学不断进步的同时，我们如何更好的帮助那些正在和重症疾病做斗争的患者啊。面对像沙白这样的患者以及他的家人的选择呀，我们应该更多的给予理解和尊重。第三个呢是詹姆斯韦伯的空间望远镜探索宇宙起源。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功能最强大的太空望远镜它专门为研究宇宙最初的几十亿年而设计的。从2021年底发射升空之后这家太空望远镜发现的宇宙最早时期的明亮星系可能比预期的多1000倍根据它们不同寻常的这种亮度研究人员估计其中的一些是银河系大小的这种庞然大物在目前的这个星系演化的理论下是无法解释为什么它们能够如此迅速的生长。所以詹姆斯韦伯空间望远镜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令人困惑的这个宇宙它的婴儿照片。你想象一下是吧，如果你翻开一个家庭相册，发现婴儿时期的照片，那这个婴儿比现在的成年人还要高大，那你一定会觉得不可思议，对吧？这就是科学家现在遇到的情况。那科学家们提出了两种可能的解释一种呢就是所谓的超级明星理论。这些星系可能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大，只是特别亮，就像一个小舞台上有几盏超级强的聚光灯。那这些星系可能存在比太阳大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巨型恒星。第二呢是贪吃黑洞的理论。早期宇宙中可能到处都是那种超大质量的黑洞，这些黑洞呢不断的吞噬周边的物质，于是产生强烈的光芒，就像宇宙中的这个大胃王是吧，不断的制造这种光芒四射的这个景象。所以最新研究表明这两种现象可能都在发生。通过分析这些远古星系发出的光，科学家们发现呢，这些星系中含有大量的气体和尘埃，还发现了碳、氧这些重元素。这些元素一般都是在更早的巨型恒星内部形成，然后通过超新星爆炸散布到宇宙中。换句话说呢，宇宙的婴儿期可能特别有利于形成超大恒星和黑洞，这就像宇宙创造了一个快速成长的这么个环境，让一切都比我们想象的发展的更快所以这个发现呢，不仅让我们重新思考呢宇宙的演化过程，也提醒我们宇宙远比我们想象的更加神奇和复杂。正如一个调皮的孩子总能给父母带来惊喜一样，年轻的宇宙似乎也在用他的方式告诉我们，你别把我想得太简单第四项就是 RNA 杀虫剂应用于农业。一般的杀虫剂在消灭害虫的同时呢，也可能对非目标生物造成伤害。今年呢，美国环保局呢批准了一个基于 RNA 的杀虫剂喷雾剂可以针对特定的害虫基因进行精准设计。据了解呢，当幼虫咀嚼到这个药物喷洒过的叶子的时候呢， RNA 杀虫剂会阻断一种关键的蛋白质的表达，使这个害虫呢在几天内死亡。这种机制呢被称为 RNA 干扰 RNAi 是大多数细胞用来调节基因表达，来保护自己免受病毒侵害的这么一个自然过程。
支持者认为啊，这种精确的方法将比现有的化学杀虫剂更安全、更有效。除了甲虫呢，研究人员啊还在针对小菜蛾、草地贪叶蛾这种破坏性极高的蛾类呢进行研发。但是啊，鳞翅目的动物的肠道酶啊，很容易在 RNA 伤害它们之前啊把它破坏。能否将 RNA 包裹在一个微小的保护壳内，已经成为目前一个热门研究的领域。第一种啊，这个 RNA 杀虫剂针对的是马铃薯叶甲，这种甲虫呢，已经对现有的化学剂产生了抗药性啊，全球范围内每年造成的5亿美元的农作物损失。那实验室显示啊，如果暴露于足够高的剂量，马铃薯叶甲呢可以进化出对 RNA 的这种抗性。那至于在自然界中啊，是否啊也能很快产生这种抗性呢？目前还不得而知啊。研究人员指出呢，就像其他试图挑战自然的发明一样，负责任的使用 RNA 杀虫剂啊，才能保持它的有效性。实验室的测试显示呢，高剂量下害虫可能会产生抗性。这提醒我们呢，必须谨慎的使用这项技术啊，就像抗生素一样，需要合理使用才能保持效果。第5项啊，叫固氮细胞器的发现啊，这改写了教科书啊。大家知道，空气中啊78%是氮气，但是植物呢并不能直接利用这些氮元素。某些细菌啊能够固定大气中的氮，使让这个它呢转化为植物可利用的氨，用于合成蛋白质和其他分子。此前啊还没有发现任何真核生物啊，就是拥有复杂细胞结构的这种生物，比如植物和动物，具备这种能力。今年呢，一项改写教科书式的发现诞生了。美国科学家呢发现了第一种固氮真核生物硝基体啊，一种海藻细胞中独有的固氮结构。DNA 的研究表明啊，这种新发现的细胞器呢，大约在1亿年前由海藻和固氮蓝细菌之间共产生啊。这种藻类细胞啊，吸收了这些细菌啊，使它失去足够的基因和生化能力，只能依靠藻类的生存，跟随藻类的时机呢周期性繁殖，这就使它们成为为数不多的已知的内共生细胞器之一。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未来的农民啊，可能不用再大量的使用化肥了，农业生产呢可能会变得更环保，成本更低啊。第6啊，是新磁性的发现啊，在近100年来啊，已知存在2种永磁体。今年呢，科学家首次发现了一种新的磁性，叫交变磁性也就同时具有铁磁性和反铁磁性。那在我们已经熟知的铁磁体中啊，这个相邻原子间的这个没有配对电子啊，以相同的方式自旋，是材料的表现出磁性；而在反铁磁体中呢，相邻的电子呢以相反的方向自旋，整体上呢不显示磁性。比如2019年啊，科学家预测一种兼具上述2种特点的新型交变磁体。直到今年啊，多个研究小组在实验中证实了这个理论预测。他们通过测量费米面在地花锰和地花铬中的材料啊，观察到了上述现象。交变磁体啊，是既具有反铁磁性的稳定性和快速自旋翻转的速度，又可以像铁磁体一样轻易的进入不同状态，而通过不同方向施加电流就可以接受控制。那研究人员表示呢，产生交变磁性的这种交变磁体啊，可以用于制造高容量的存储设备或者新型的磁性计算机。第7啊，是古代真核事物的这个多细胞性很早就出现了啊。2024年1月24号啊，中国科学院的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朱茂元领导的地球生命系统早期演化团队啊，在科学发展上杂志上呢发表了最新的科技成果，报道了华北燕山地区16.3亿年前地磁中发现了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这些化石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多细胞真核生物化石记录，将它出现的时间提前了7000万年。那当今这个地球上大部分的复杂生命，比如说像动物、植物、真菌这些都是多细胞的真核生物它的真核生物的多细胞化是生命向复杂化和大型化演化的这个必要条件。但学者一直有个疑问就是真核生物它最早是由什么时候发生多细胞化的？
过去一直认为呢，真核生物啊最初是以单个细胞形式存在了大约10亿年，随后呢才逐渐的形成了细胞链。当然啊，这项研究显示呢，简单的多细胞生物啊早已经存在了。科学杂志指出啊，其实早在几十年前，在中国燕山发现的壮丽青山藻同样具有16亿年的历史。但是因为研究啊发表在一个不太知名的期刊上，并没有引起广泛关注。2015年啊，中国的古生物学家呢重返了这个地区，又发现了278个壮丽青山藻的标本，并对它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次研究观察到的化石啊，有多达20个圆柱形细胞组成啊，类似于植物体中的这个细胞壁。那部分化石呢，还具有类似于孢子的这种小球体，这就表明啊，多细胞的这个就是多细胞生物啊，它具有专门的生殖机构啊。结合呀，在其他地区发现的类似年龄的这种生物化石，这些证据表明呢，真核生物向多细胞演化的第一步可能发生在更早的时间点。然而啊，这些原始形态发展到如今的这个水平啊，像水母啊、红杉啊，乃至人类所展现的这种高度复杂性生物体的这个过程要缓慢得多啊。第8呢是地幔波动能影响大陆轮廓的形成啊。板块构造啊，对于大陆的撕裂过程，它是缓慢而且激烈的啊。那么过去啊，被认为具有高度的这个局限性，就是这个过程啊，具有高度的极限性。那么沿裂谷带上涌的这个热地幔岩石啊产生的岩浆，而远离裂谷带的大陆内部呢，则保持寒冷和相对稳定。今年的研究啊，颠覆了这个传统观点啊，揭示了呢这种局部的剧烈活动实际上是由地幔中引发的这个扩展的波动，进而影响了整个大陆的地貌。所以2024年8月发表在《自然》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呢，当裂谷形成的时候啊，上涌的地幔物质与冷的大陆板块接触，导致旋转的这种岩石对流，这种涡旋状的对流啊，以极慢的速度沿着大陆的基底移动，类似于船底下的这个船流啊。那么在对流上，它的上面啊，造成了多种的地质效应。这个理论啊，可以解释一些位于古老寒冷大陆内部的高原，比如说南美的巴西高原、印度的西高趾山脉。这些波动呢，在经过时的时候，剥离基底的这个高质的岩石，留下了轻质的岩石，随后呢，上升了1到2000米，形成了高原。地幔波引起的这个隆起还可以解释呢某些时期的这种侵蚀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海洋生物的灭绝事件，同时呢，也可能是板块中心地震活动的一个触发因素。这就表明啊，大陆和地幔之间的互动啊，远比地球科学家之前所认知的更加活跃。第9呢，就是星舰啊成功的实现了筷子夹住火箭啊，就是这么一个壮举啊！今年啊，星舰是目前世界上最巨型、最强大的火箭，在33个引擎的这个强劲推力下呀，轰鸣着升空了4次，最终在10月13号日那次发射中啊，实现了筷子夹住火箭，助推器以超音速从高空下降，通过重启部分发动机降速至几乎静止的这种悬停状态，让发射塔的这个机械臂把它精准捕获。SpaceX 啊，已经通过部分可重复使用的这个猎鹰9号和猎鹰重型运载火箭啊，把货物送入轨道的成本啊降低到以前的1/10，而一艘完全可重复利用的这个星际飞船啊，预计可将成本继续降低1个数量级。降低关键啊，在于助推器以及上级火箭的回收和快速再利用。科学杂志认为啊，这项成功啊，有望大幅度的降低太空科学研究的成本，标志着成本可负担重的这种火箭新时代的到来。所以啊，马岩石还是牛逼的啊！我们过去介绍过多期的这个星舰发射的视频，欢迎大家观看。在这个发射架回收一级重型火箭啊，确实是充满了满满的这种科幻感。看了很多看了这个发射视频的人啊，都被感动了，甚至有人在视频下留言说热泪盈眶。人类的这个资源啊，如果都用到科技发展上
那早就成了行星级生物了啊。遗憾的是很多国家更多的资源呢是用来让自己的人民受罪啊。第10个呢是古 DNA 研究揭示了家族亲属关系。从古代人类的骨骼和牙齿中提取的这个 DNA 为了解远古的人口流动传染病的演变和史前饮食呢提供了见解。今年呢大量的研究为几千年前去世的人们重建家谱反映了古 DNA 提取技术的这种进步和分析成本的下降。过去呢古 DNA 研究的对象是分散的个体随着古代人类基因组数量呈指数级增长，研究人员呢已经能够通过研究不同人共有的遗传信息片段，估测出2个人的亲缘关系。通过添加考古信息呢，比如骨骼的年龄、他们埋葬的墓地的位置，或者埋葬在附近亲属的遗传关系，遗传学家和考古学家共同创建了长达8代的家谱。这就揭示着许多古代的社会信息仅靠考古学永远无法得到答案。比如把德国南部的凯尔特酋长的 DNA 数据与他们的墓地的细节相结合，可以发现2500年前这个地区最有权势的男性是通过母亲继承权力的，显示了母系制社会的这种组织形式。而对石器时代欧洲农民的亲属关系的分析表明父系是主流的社会形式。随着研究人员对更多个体进行这种样本测定，遥远的亲属关系将更加的明朗。那有人说上千年的遗骸那不都快成化石了吗？是吧？那还能提取DNA 吗？答案是可以的古 DNA 的提取是可以从上千年乃至数万年前的这个骨骼和牙齿中完成的。这项技术在近年来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我们来分享一些令人惊叹的这种例子和细节目前已经成功的从大约200万年前的猛犸象中提取到了 DNA。在永久冻土中发现的样本保存情况最好的是因为这个低温它能减缓 DNA 的降解。提取技术的关键其实就是骨骼和牙齿，因为这些组织呢能更好的保护 DNA。 比如说牙齿的这个釉质层就像一个天然的保护罩，可以很好的保存 DNA， 所以大家要好好刷牙那么 DNA 的这个就是颅骨的底部有一块特殊的石头叫岩骨，它保存 DNA 也特别好，它被称为什么呢？叫基因时间胶囊。为什么能保存这么久呢？因为 DNA 在死亡后会逐渐的降解，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会留下可识别的片段。冷、干燥、无氧的环境它是最有利于 DNA 保存的。那么现代技术呢可以把这些破碎的 DNA 片段拼接起来，所以这一项重大的突破呢是科学家现在能够重建长达8代的家族关系。通过比对不同个体共有的 DNA 片段，可以确定亲缘关系，再结合考古发现的未知信息，就能够重现古代的社会结构。这个技术还是有一些有趣发现的所以这个技术告诉我们呢，我们的祖先其实一直是在说话只是呢我们现在终于有了听懂他们的能力。随着继续发展相信我们会发现更多关于人类历史的这些惊人事实。好吧，这就是美国科学杂志发布的2024年的10大科学突破以后找时间呢会逐个给大家再唠唠。谢谢收看，你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再会，拜拜。